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陈玉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有之，大家好。好，那总预算那已经确定了，那大概2000亿出头，冻结2600多亿。那整个呢，包括蓝白阵营跟绿营呢之间对于整个总预算到底删除的是多少，看法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的结构的解读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包括从行政院长卓荣泰讲出了重话，这是不是老共最开心，然后毁灭中华民国第一步，然后包括现在拉到总统府的层级，总统的发言人直接出来，整件事情定调成这样看起来的话，是不是刻意要瘫痪国家预算？你也看到，包括像副科技总召，包括像黄章总召也直接出来了，帮人民看紧荷包是立法委员的天职，而且甚或也直批了政府官员的一些相关回应。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那不同的一些说法，尤其让你看一看，包括副科技总召跟黄章总召怎么样说预算这一段。来，再跟全国国人报告一次，这一次在野党所有删除的税出的支出是3.54个百分点，1075亿，这个就是还钱于民。但是看到一个阁揆，多么的没有一个国格，在那里呼天抢地，鬼哭神号，说没有办法来执政，说我们会瘫痪了这个政府。台湾民众党自始至终都是秉持着柯文哲主席务实、理性、科学为人民发声的原则跟态度，负责任的进行专业审查。来，任俊，直接问一下，你听到了？现在直接他们就直接讲说，你怎么能够说你没有办法运作？但是不只是行政院长说了重话，那算重，因为我在节目讲过，照理来说，行政跟立法之间，立法是监督行政，是，但是当一个行政院长出来讲说，你这样会让不只是没有办法运作，他那天讲的重话是包括老公最开心啊，什么什么这些，现在是总统府出来直接定调说，你就是要瘫痪国家运作，为什么？这个因为当然比较特别啦，因为这一次是郭雅慧哦，她是这个总统府发言人的身份哦，那代表这个总统府出来谈到总预算的这件事情啊，而且他谈的范围不是只有总统府自己的预算啊，是有包含到政院在规划里面的这个预算啊。当然，你说这个那个三读通过说减掉2075亿的这件事情哦，对于国民党来讲，他的说法是那有1000亿是补贴台电的，好，它不是你这个常规那个预算里面是要给你这个行政院，所以那1000你先给我扣掉，啊，对，那个是2件事情，因为老实讲，要不要补贴台电哦，对于大家来讲各自看法都不同，我听到的是反对的蛮多的，这个没有什么党派的问题，因为都觉得你台电搞到。一个国营的东西，一天到晚亏损，就叫我们拿预算进去贴，而且是拿我纳税钱嘛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1075亿再加上冻结的2698亿哦，我觉得冻结的先讲啊，好，因为冻结大概是这样，你看到有一些的这个他的提案就是说我冻结哦，我可能先冻结30%或冻结多少，那你等到预算支用完了之后，你要来进行报告，报告完之后可以解冻。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区隔是以前，因为我们有一个委员会中心主义制啊，就我今天审查预算基本上就是在委员会里面进行审查。我如果预算被冻结之后，我要解冻，照以前的惯例就是到委员会里面进行说明。但这一次有几个被拉高到说要到院会同意啊，那院会同意，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委员会中心制的问题啊。就会变成就是说哦，那我现在是用有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我要不要解冻。这个在过往里面很难得看到，我这个后资也都跑立法院很久哦，就说什么样的状况会要拉高到院会的层级来表决一个部会的预算，说我这个部会被冻结了，要能够同意，以前很少。那委员会要干嘛？为什么以前是在委员会里面解冻由委员会同意？因为委员会的委员他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审查那个预算嘛，因为他就针对这个部会的委员的那个预算里面去进行审查，所以要不要解冻，要不要怎样，基本上过去就是由委员会来处理，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的立法院的这个预算哦，虽然说砍的比例出来了哦，砍的金额出来了，但是还必须经过行政院跟立法院再确认。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是经费不得流用，不得流用你就不能拿来补。可是有一些是你行政部门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没关系，我让你可以补经费进来，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到底目前确实会挪用的，或者是不得留用的那个比例，还有金额详细是多少，还没有确认。这时候就会变成各说各话，就会变成各说各话。对于行政院部门来讲，尤其像你看哦，他这边这个归亚会的这个哦，他其实告诉你讲说，你砍掉是我的业务费，那有业务费的部分，我觉得他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就是说，我今天人事的这个部分人在这里，可是我要执行业务要钱啊，我执行业务你把我业务给砍掉了，我这些钱没得用，那你叫我干嘛？干领薪水吗？我听到最简单的论述就是这样，因为我做业务费被你们砍掉了，那我要执行的东西我也做不来嘛啊。那你看到这个国委会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好，国民党其实有一个批评，就是说，今年的预算是历年来最高的，好，增加的幅度是最高的。那总统府在这边其实是提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有这个预算为什么是增加？为什么增加了2806亿？所以他跟你解释说，这里面有包含到什么啊？说有这个要什么均衡台湾的798，还有国防预算的415亿，健保财务协助336亿，另外有什么深耕台湾60亿，还有国家癌症这个防治计划40亿啊。那以前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如果预算我被冻住之后，我就是留用过去的规格，我就原先这样做。现在民进党的解释就是说，你今天把我砍掉的这些东西，我新的计划我可能就没办法做。所以才会有现在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面去做论述，但是因为目前为止，到底行政院会如何调整那个预算，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定案。OK， 不过让观众朋友直接看一下，那预算委员回应前，是总统泰院长那对整次的预算说了重话。那刚才是总统府发表的看法，就是觉得是会瘫痪了国家的一些运作。总统泰院长是怎么说的？来，上周五立法院通过通案的表决。提出了一个939亿多的审查的基本的数字，这是非常荒谬的。从上周五到现在，已经是一场预算风暴席卷台湾。黄国昌委员可能是目前忙着选党主席，忘记了知道政府新做了多少事情。这是毁灭中华民国开始的第一步，也会满足中国。这个是万死不得的。卓荣泰行政院院长，如果你手上握了2兆9千亿的预算，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施政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无能的卓荣泰，请你下台。来，于政委是第一个，当然总统府内部啦，潘班秘书长他有发一个内部的道歉信。那他说，今年因为国务机要费被删除冻结，今年没有办法发放总统府员工的春节礼金，然后协助总统维安的警察、国军这些过往有犒赏礼金，还有过往向必富工厂购置的内部赠送给内部员工、宪兵211营，还有中正1、2分局跟偏乡弱势学童礼盒确定取消。那发言人归亚会讲说，黄国昌说审查后税出规模大致相符，是话术，公然误导台湾民众，少掉极为关键的业务费。对公务运作来说，掐住鼻孔不让呼吸。柯建铭总召直接说，总预算没有办法送出立法院，让总统公告违宪违法。那这不大罢免可乎 ？OK， 刚才行政院长卓荣泰院长那你也看到了，总统赖清德是直接说，这对政府的影响史无前例，会请行政院尽速盘点窒碍难行之处，也预请在野党能够再一次审慎思考，让国家能够恢复稳定的运作。我觉得民进党从这个总预算在协商的时候，那个柯总召就那边开始盘古说他开天到地一个人就讲了50分钟，就是没有打算要协商啊，这个是其理之明，非常的清楚的，他就是不想协商。然后接着后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把我们提的案子就是大家说综合起来，比如说同一个项目下面我们提出一个案子，比如美国委员都有提嘛，那提成一个案子，这样才能从3000多万变成了700案。那几百以后又跟民众党协商说，同样一个项目要用你的还是我的，或者是大家再综合编的，那这样子才有，因为才有办法浓缩起来表决下去。反正同一个项目到底要删减多少，那就是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其实民众党民进党柯总召的那个方向很清楚，他就是要搞大罢免，然后他就要把他说然后。本来可能我们认为说他是打算把那个总预算可能不会通过，把他帽子扣在我们
身上。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整个那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要给他这个理由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本来就是要讨论。那说第二，我们就删除了这些。那现在我们删这些，比如说。总统府啊，他用说哦，因为他的预算没有过啊，所以就这个什么不能发给什么年终奖，不能给发礼金什么的。这个就好像行政院也用这个理由说，台电的1000亿没有，所以台电没有钱。你看基层的台电员工这么的辛苦那个你们的帮我们这边赶快弄那个电啊什么这么辛苦，那你看1000亿没过，你们就会很那个。其实我觉得都是把这个基层的这些员工啊当做肉票在绑架。那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过的预算，比如说台电的预算来讲，或者以总统预算来讲，我们的这个。我们赖司法，我们资深委也讲了，这个总统府公关那个办公费用很多啊，还有公关费用，还有机要费也没有全部删掉啊，这本来都可以留用的。我又没有规定它不能留用。本来以前选预算都要加一句科目自行调整了，我们没有加上这一句哦，所以它本来就可以用，是他要不要用嘛？是他要不要？是他选择了说，基层员工这些的总统府觉得基层员工的这些连结奖金比较不重要，我要用在别的地方，那个他。总统的选择，我们尊重嘛。那你要这样选出来，你就不能说哦，是因为你比较不重视基层员，因为事实上这样看起来，就总统比较不重视基层员工，他把我们删掉、冻掉的话，可能预算变少，他用在觉得他比较重要的地方嘛。所以他在取舍之间，他选择了别的项目，而不是选择基层员工，那个是总统府的。请问一下，业务费这次讨论最多的，就很多单位都出来讲说，是的，把我的业务费删除了这么多，我从开门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所有东西，你如果要把我业务费删，我未来怎么样动？你让我所有的员工都坐在办公室的干领先嘛？当人进长这一段，我来，因为业务费是。最多的哈，然后接着大部分的单位是30%，OK， 大部分单位啊，当然也可能有少一点，有多一点，大部分是30%了哈。好，因为我们每一页审我都每一页提案都有看嘛哈。那因为今年我们用大的来讲，我们不要讲部位，我们先讲大的方向。那因为今年我们用大的来讲，我们不要讲部位，我们先讲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来讲，去年的预算今年2025年的预算，就我们这次审的预算，比去年呢整整多了大概15%。就算我们删比较多，我们今年删了台电那个不要算，台电那个1000亿一次就1000亿很多嘛好，这也是我们觉得是不应该的，是2件事啊。台电不管，那我们总共删3%多，今年多10几%，删3%多，事实上还是增加了1成。如果你用总预算的规模来讲，今年预算删完以后的结果，还比蔡英文就是去年2024的总预算金额还高啊。所以那个行政院要说他自然人行不能做事，我们就讲，我们还提出了，我们还找出了我们的这个很多委员还找出，你看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总预算1.6兆，你看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做啊，高铁还可以订票，没有高铁，台铁可以订票，好没有弊端啊什么，反正就讲了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列出了，从民进党开始执政，每一年的总预算从2点出头兆，2.3、2.5、2.7、2.9，到今年是3.2，今年删回去还是比2024多啊。那为什么以前蔡英文的时代2.9兆、2.8兆，蔡英文是那时候定的是2.7兆，好，后来当然还有一些追加啊。2.7兆就可以做事，今年删完总预算以后是审定完之后是2.9兆，你就不能做事。请问一下，这整件事情的风暴，包括一直延烧到建议你等一下要回应那个预审委员所有的一些的内容哈。那包括这所有的风暴的延烧，那时候过程当中是从好了，就直接说从公视的23亿开始一路烧到现在，包括您跟很多影视团体或是跟一些导演、生活文化团体之间的一些对口，那。为什么会想到那是23？因为最后是2300万。对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对，好，我来回答。我先回答，我要不先回答那个所谓要饭说吧？OK 啊，因为这是因为这个是要饭说也是在那里头。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要来讲这件事情现场所有来宾待会有任何一些的意见，因为刚才已经讲很多，他一来的时候就开始对我们做民调。因为刚好你比较晚要饭说嘛，对，我知道。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媒体都把要饭说这3个字挂在我的头上，那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有的媒体是说我引用嘛，那事实上这个也都不是事实。整个要翻说的起源是这样子哈，有一位何新杰导演
他就是拍了一部片叫做《槟城金门》。好，那看到我提议要删公共电视23亿的预算以后，他 po 一个脸书说他不支持，他觉得公共电视也帮忙了很多的好的案子，然后他就写说这个槟城金门的影片拍得不错，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看到以后我就跟他留言了，我留了3个留言，这他后来自己也在说上面有讲，在他的 FB， 他叫做新结合啊，英文的啊，他要说我留了3个言，第一个就说他说希望我去看，来像我的想法，对公司的想法，我说好。那个我的第一个留言是说，他有写了，他说我有跟李屏瑶学姐在讨论说，其实我有看到陈玉珍委员的第1条跟第2条留言是长这样。第一个留言是我说陈玉珍说谢谢，我会看一下你们拍的跟金门有关的纪录片。好，我就讲说我会去看。好，那我说本来我们审查预算流程预算就有一个审查流程了，我反对的是在审查流程中有人就莫名其妙跑进来做政治斗争。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去改变我强力监督的想法。但是我会去看你的片子。然后接着我还留了第2则，第2则说那如果你有时间，我说那个何导演，如果你有时间有空，也欢迎你耐心看一下其他人的想法和意见。OK， 好，我说还有别的意见，你有别的意见吗？那我都会参考嘛。那第3个我就把别人的意见，是一位忠实的评论人叫徐忠茂先生，他也是好像蛮知名的资深媒体人，我不认识他事实上，但是好，那我就因为有传给我看嘛，那我就说，我就跟那何导演说一个别人意见，然后就把徐忠茂的那个文章po 给何新杰导演说，丢掉那只要饭的碗，这一篇整个因为很长，我整个 po 上去。好，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跟媒体就是跟导演之间的对话，是留言的，因为我没有他的联络方式，但我觉得他讲的不错，然后别人有别的意见，我跟他就切磋嘛，就是交流。好，我就 po 了，我也觉得这实际上没什么，因为我把别人意见告诉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好，我就想说你叫我公共电视预算，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好。结果呢？后来突然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陈玉珍说，类似说文化界都是要饭的，就是这样子，要饭说就这样来了。我说陈玉珍说文化界都是要饭的，我说奇怪，我没有这样说啊，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我是留3句话，第1句话是说。何导演，你的影片我会去看。第2个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也听到，然后我也把别人意见给你看，我们交流看看大家为什么想法不一样。第3个就是别人的意见是什么，我丢给他，而且是徐忠茂写的，虽然也写得很好的一篇内容，很长啊，几千字啊，好，很几千字。结果就有不知道哪一家媒体啊，或者谁啊，就应该你要说断章取义的，就直接把第3句留起来说陈玉珍说是，那我没有这样说啊，我是请你们交流嘛，小武哥这洪建义说了什么，康仁俊说了什么啊，康仁俊和那个陈敏凤说，我交流嘛，好就变成这样，那好，那这个跟这个洪总教练情谊一样，然后这样出来以后，接着就有小说家，还有其他艺文界人士看到了这个报道说陈玉珍说文化界要饭，我看到很生气。哇，陈玉珍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文化界是要饭的？巴拉巴拉就开始写了一篇，他一篇以后就大概就开始就有这个人写就开始一直分享，就变成陈玉珍就被误导成陈玉珍说文化界是要饭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因为我就找徐忠茂那个评论家说，因为我事实上不认识他，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说这句话完全都是他说的。我说对啊，我是把你的意见给这个导演，让他来看看啊。导演意见给你们来，我们来看看你们为什么对这个政策。你为什么想要把这句词的意见给导演看呢？因为前面有啊，因为导演有不同的意见嘛。对，我说你的意见是这样啊，别人意见是这样子啊，那是不是要交流一下？然后我还跟导演还一直就在交流说啊，你想怎样，我想怎样啊，他想怎样，那这个整个最后这个预算要怎么样做？这个是一个交流，对我来讲这是。为什么会想要删23亿？那我先把这个讲完再讲那个，讲那个很长了哈。好来。没有我的那个光删减预算就写了2页多，好，然后就写出来。所以你是要说这不是你讲的？当然不是我讲，但是我是把，因为有前面，如果说你媒体在报的时候，把第1段说，何导演你这个我会去看，第2个别人的意见是怎样，你看一下，第3个你的意见我会参考，然后别人是这样，那当然就没问题啊。问题是他取了，然后接着就变成了是陈玉珍说什么，然后就有人看到就说陈玉珍说的就变成这样子。好，然后就互相好，那就明华园啊什么这些很让人家尊重的这个团体就出来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就变成说帽子扣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还没关系啦，我等一下讲。我刚刚讲，因为这个来龙去脉是，因为当有一个23亿的出来以后，对，当有包括您说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东西，你只不过是因为
那个池里面是有丢掉那只要饭的碗，类似那些，所以他一路下来，因为从山那边有很多是包括对艺术文化界的补助什么，一路到这样，所以那个怒火一烧起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山到最后为什么？这个我把这个讲完，我觉得这个就回到这个跟这个我们体育署这个预算有点一样，洪一中。你说这个我们等一下慢慢聊，这个我们等一下慢慢聊。跟那个情形有点一样。你这个是被断章取义？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对，应该如果用断章取义这个词还是算正确，就是说不是错误引述，是断章取义，因为你有3段留言嘛，他没有把前面2段留言放进去，放了第3段，然后接着当然我后来就看到这些东西，我还去跟那个小说家说啊，还跟他留言说，我有整段的说法，你是不是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啊，这个我是比较信奉这个武士精神，就是这种。科学跟民主嘛，这是民主时代。那科学就是要求证啊。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因为资讯非常的这个冲刺很多，没有办法你看到每个报道就会求证。但这个有点像这个。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很多来宾还要再针对这个。好，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把话说得很清楚。我的意思说，那为什么会23亿一开始会到23亿？我的那个提案，因为后来是2300万。那我讲这一段，我的提案说明非常的清楚，几件事情，因为我收到了一些揭发的弊案，那市场金融这个年后也会去求证，我当然就会去讲。然后就包括了这个公示在补助的部分有一些偏颇，包括了评审兼裁判，就是评审评他自己的案子得奖，然后接着这次我评审评你得奖，下次你评审评我得奖，人家都给我具体的奖，好，然后接着还有包括他的补助里头的一些怎么样不公的情形，还有他的预算，反正就有很多弊案。我审预算绝对不是说拿着纸张在那边吹给那个电风扇去吹的，我看了审计部也有相关的报告，然后接着立法院有那个预算中心也会写那个，然后接着我找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也是会看媒体报道，然后他说，我觉得这个预算你公示必须要来跟我讲，我就删，他是23，他删很多，我实际上删的不止23亿，我对文化部的预算很多都有意见。那最后为什么会变2300万？对，我跟你讲，好，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解释因为很多人不是政治专业，不是立法委员嘛，立法委员提案删减预算，我举一个，我删那个文化部另外一个6亿的预算给大家听。我删一个6亿预算是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我在2年前史哲部长的时候，史哲当文化部长，我跟他说金门花要列入国家语言，他说好，但他没有做。没有做的时候，我这次提案删了6亿，另外一笔国家语言的发展。然后文化部议员也一样，那个提出预算删减后。相关部会要来沟通，沟通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我为什么要删这个？我里头写我要跟他沟通，那沟通会有一个协调的过程嘛。像这个6亿的，我删那个6亿，这文化部来沟通23亿，其实都是一个流程，都是一样。我说你没有把金门花列，而且我也跟小野部长也讲了，今天也讲他也没做嘛。我说你这个6亿的预算我要删，我说如果你不把金门花列我删，他说好，委员我们年底12月做。我说12月做那就是删6亿，结果他说委员这样不行，我们不够用，那个年中6月做，我说6月做。33亿，他说委员，我们2月底就给你做出来。然后我说好，那不用删，不用删，因为你答应我要做的嘛。删预算是，然后后来23亿是到底删什么？你还没回答。删预算是为了要求行政部门，你答应的事情你要做。那23亿他来沟通了23有他有跟我沟通，包括我说里面有什么弊端，我提供给我还没提供给我有跟他讲，但是我不能把那个名字弄出来，因为吹哨者要保护。然后接着他们里面的一些。可是你弊端没有查证，你就开始删预算？没有，包括有一个就是徐忠茂，还有一个叫做听海勇的一个史官的问题还有著作权侵犯人家著作权，这个反正很多。然后我就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我那时候提完，他说你要好好的查出来看怎么样，然后我们来讲。然后市长跟我答应这个是一定会做的，我说好。然后我们说那我们要删多少嘛，就开始讨论要删多少嘛。然后我就跟我们党团说，那这个要删多少？我说删好，那就删。2300万，再加上冻结，冻结就要求你什么时候帮我查出这些东西，做出什么，然后我们就会给你通过。这个当然都是预算审查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看来，大家建议来从前面，包括刚才解释说没有那个业务的费用，包括所有的预算比小英时代还要多，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能做事？一直到刚才讲说，从要饭说一直到现在讲。23亿，民意代表都知道啊，所以预征委员的意思是讲说，这个只是一个方式或手段，是要你来沟通，是这个意思。来，建议没有那个，首先我应该是先问武哥，我是要从前面讲还是要从后面讲？都可以，你看你，但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当总统跟行政院长都讲出这么重的话的时候，但显然对于你刚听到，包括副昆局委员跟副昆局总召跟黄国昌总召，甚或陈义珍委员意思就是哪有？那立法委员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们怎么会钱多了反而不能做事？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第二个，这个整个火烧起来是因为从23亿开始嘛。那刚才玉珍委员一些解释来。好，那现在又给我一点时间解释。原则上，
对预算的东西玉珍委员其实很少我们会这样理性沟通啊。虽然我的层级是4亿元，你的立法委员，但我要告诉所有观众朋友，这张图其实非常清楚。好，那当然，如果玉珍委员刚才所讲的内容，我们给予尊重，但是你看到这一份，看到左边，我们的中央总预算是3兆1325亿，这个没有意见嘛？中央法定支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经常门。经常门可能很多民众听不懂什么叫经常门，我就直接讲是每年固定一定要花，包含你所谓的涨薪水等等，这个都在经常门。可能很多民众听不懂什么叫经常门，我就直接讲是每年固定一定要花，包含你所谓的涨薪水等等，这个都在经常门。经常门扣掉了1兆5643亿，也就是3兆多，剩下来1.5682兆。那里面还有一个中央法定支出跟地方型的补助，这个也要扣掉。那依照再扣掉这2个，那变成1兆200多亿。你刚刚讲的那些是不能动的啦。对，完全不能动，3兆多是完全不能动的哦。那剩下来1兆多，它砍了超过，也就是蓝白提案超过2000亿，那冻结超过1500亿。依照这个数据来讲，我们可动用只有6770亿哦。那刚才傅昆萁所讲的什么扣掉1000亿，剩1075亿，或玉珍委员讲的什么总支出3兆多，其实你就看。如果依照剩下来的1兆，你冻结了3000多亿，那代表你冻结了34%多。这一点我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就是我们经常门该支出的这剩下来的1亿多，你冻结跟删除了34%。那请问这样的感觉，我们是做的是4亿元，我们审查台北市预算1年2000多亿，其实看起来这些部分。如果34%，你说它会不会影响呢？这是一件事情。那我要请教的就是委员，你刚才说业务费冻结了30%，对，30%，冻结还不是删除 ，OK 好。解不解冻我不知道，你们的做法跟我们地方做法一不一样？解不解冻我还要去问委员。委员我这样做，你觉得可不可以？我后面可不可以动支？那原则上是立法院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我个人业务费30%，请问一下。业务费30%，像我们台北市在统三所有的电费、水费，这个叫做所在业务费里面统三。那这个统三我们通常只乘0.98、0.99，了不起0.97、0.96，统三每个部门每个局处同样的水电费。但是立法院有这么多的部门局处，你们所谓的业务费统三，每个国防部的业务费跟文化部的业务费，这个东西原则上它不太一样。那你做30%的部分，我问你，你统删30%或冻结30%，难道对我们所有的业务推动不会影响吗？真的没有影响吗？如果说真的没有影响，我们台北市议会为什么要统删？只有1%跟2%。桃园市议会我不知道有没有统删科目。台北市政府从郝龙斌当市长，从柯文哲当市长，从蒋万安当我都当议员。我是个很 local 的议员，我看我审查预算很用心的去了解这个部分。所以你说预算挪用的部分可以留用，那留用的部分原则上留用部分跟我们台北市议会所谓的留用挪用，那我不知道它的差异在哪里。留用的东西原则上你后面可不可以再用？冻结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嘛，也就是说经由你们大会同意了以后，你们甚至于有些还拉到大会同意，而不是委员会哦。冻结有2个层次，一个是委员会可以解冻，对，一个是付诸到大会去才可以解冻。海关号就要到大会。对，所以这个部分，你难怪民众会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您到底是来的架杠心理省，还是借势借端的在乱？第二个，我问一下，当行政院长讲话这么重的时候，总统府赖清德总统也直接讲，希望在野党能够再好好的考虑，因为几乎很少有预算等到审完以后是总统府出来总统出来跟你讲，麻烦一下你们考虑，因为总统府定调是这会颠覆掉国家所有的一些的运作，然后行政院长讲的是你是做给老共看嘛？我翻成白话了，因为他讲的意思是说老共会最满意，那毁灭中华民国第一步。
你觉得在你们来看的话，这会已经真的严重到搞到是这个样子了吗？其实，在一个行政部门，从马英九时代或陈水扁时代、李登辉时代，一直到现在，民进党的国会立委有过半，也有没过半的，有少到20几席、30几席的。其实从来没有预算这样子审查过 ，OK， 也没有这样所谓的让行政院跳出来说窒碍难行。那刚才说你说3点多亿，那蔡英文2024只有2.9多亿，2.9多兆，那原则上为什么不可以用？其实委员，我不瞒你说，捷运是每个县市越盖越多，捷运的补助才是几百亿在补助，甚至于台北市可能每年还有上千亿的在补助未来的部分。那这个东西的预算，你说每年物价通膨，包含我们的 GDP 税收。税金多，那只要税金收得多，那当然执政部门一定会把所谓的预算调得高一点，税出的预算。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啦，民众所讲的观感问题，很多民众不了解所谓的预算内容，它的一个美感在哪里。但依照我的个人认为，你说咸酥鸡砍掉公宅预算，虾子要砍掉外交部预算，难怪民众会有 argue。那你刚才说到丢掉那只要饭的碗，类似这样子，不管是和或者是徐，在法律上，今天我贴了一个来源不实的，或者真的有来源的东西，我贴上去了。外面去传的一个不实的或者不一样的意见，其实我要背负任何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你贴了一个贴了一个徐的导演，还是我不知道是资深媒体人了，资深媒体人，有徐先生的贴文贴到河上面，那你为什么要贴？其实你可以不要贴。我上面跟何导演说别人意见这样，你看一下，你的意见这样子啊。委员是啊，我在跟他交流。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去看哪个导演所贴的内容，你可以这样子，但是你不应该贴。那你说媒体去断章，徐宗茂的名字，对，你说媒体去断章取义这个东西，那只要饭的眼，甚至要砍23亿。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我当民意代表这么久，我今天要砍一个23亿的预算，或者是砍300万的预算，我原则上去查证人家跟我检举的内容，实在我全部砍你也没话讲。可是你说。原则上有人跟你检举，可是看你说的意思是说，你后面会再去查证才要砍，也就是23亿这部分引起民怨的问题是在于这里，你可以砍23亿没有意见，但是你砍23亿的前提，你没有去查证连你检举的所谓的补助内容啊，或者是等等有没有实在，你就说你要砍23亿，所以媒体才会去抓你当箭靶。我先讲查证这些，因为他把名字。剧本什么内容、什么弊端，大家都写清楚，我觉得是可信为真，有基本上，但是我不能凭他提供的就算是真啦，所以我还会用正式公文去查证。我要的是正式公文查证。但3是在之前的，3在之前，这个交流是在之后嘛，因为有3预算才有交流这件事情。你先3呢？我先提案3，然后才有这个何导演跟我的交流。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在于这个。3预算的问题，我要讲是说，你说我去贴了，是因为那个记者他在用我的那个说法，他灌了这个东西，他没有把前面2季写进，说我在跟他做，我是在跟这个何导演做交流。OK， 好的，这个没关系，不这讲说正面，因为现场包括很多跑立法院的很资深的，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还有。将军也在讨论，还有一个统三掌各位所有的那些过程里面，包括这次你看到，当然有人最提的很多的，说包括那个第170案都已经到二读表决了，表决完以后又撤案，很多这些都是造成媒体上很多一些影响。那或是来明凤刚才讲到那个23亿，刚才其实委员也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解释，或你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哪一些内容，你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有媒体或资深的一些媒体人跑立法院的人形容说，从来没有看过。有立法院在审预算的时候是这样，我不知道各位包括后这些跑立法院，来明凤，没有，我觉得委员问题是在于，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不了解公视的文化，公视内部的这个纷争，每一年都在上报，你就是听到一方的传言，你就删了23亿，这样子我们不是你误会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那你真的不是这样子，对，那你应该先把这个，但是没关系，那我就说，那你照你描述，我们听起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谁有弊案，然后你就提议删23亿，我不是我说，我是按照审计部的报告。这些有一些弊端也是审计部写的，我觉得就还有那个立法院预算中心的，对啊，也许你要解释清楚，因为你刚才说有人跟你讲说有没有信，所以就相信了。包括审，我刚前面讲，我不是用纸张吹的，我是
是看审计部的报告，还有立法院预算中心，所以我们都有讲。所以我们了解，我跟你讲，我只是说公司内部的纷乱，你应该去搞清楚，因为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戏码在演，谁都知道了哈。然后再来说，这一次最可怕的就是你要朝野协商3900多案。这个太可怕了嘛！因为你一个委员会里面同一笔预算，你可以同时出2个。比如说你这个什么监察院的资讯费，你国民党已经删到剩下200万，然后你民众党可以再加368万，就变负数。那请问一下，我没有看过预算删到变负数的，那负数谁要赔？就是要赔钱的意思哦。就从事的公务员。对啊，就是谁？那一段那是法制委员会的事情嘛。我每一个提案都知道。然后然后整个委员会你多3900多案在协商。我刚才碰到谢依凤委员啊，去年是700案在协商，800案在协商，那你们自己删减之后也剩下700多案在协商，所以说你正常来看，一般委员会到了协商的阶段都是在1000案以内的，那你们现在3900多万。叫你去协商，我要是老柯，我也是高血压，我告诉你，我3900多万，我怎么跟你协商？你们就是在做一种人海战术，然后内部都不整合的一个工作嘛。然后呢，像那种经管会应该管的单位叫财委会，然后你们送去经委会。你送去经济委员会，叫他跟经济委员会提案，就表示你们在审查的时候完全没有过滤嘛。然后所以说你们委员会不知道在搞什么，就是每个人签一签，只要有林思明的这个签名就可以送出去了。所以这个到底，我告诉你，你真的预算是删这个数额吗？有人还说不止，因为里面真的还没有清算过，它里面有大包小的东西还没有算出来。对，有这个说，我整笔算掉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有包一些30万、50万的，这个还要详细。所以说我觉得你删这个数额哦，我觉得2000亿 OK 啦，反正如果你数额来看 OK， 但是你删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太粗糙了。我觉得2000亿 OK 啦，反正如果你数额来看 OK， 但是你删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太粗糙了。那你不要说哦，你赖清德3000兆多，那你为什么不讲2002年的时候陈水扁的预算才1兆3000亿？那是整个物价，你公务员每年都在调薪调这个3%左右，你怎么会拿这种到底是要2900，然后2000几的预算来这样讲？因为2000年的时候是1兆多，到现在蔡英文末段是2兆9，2兆9左右吧，2兆8。那到现在提3兆，这个预算增加合理啊？那你们现在就说哦，你们现在有这么多案子，然后越提越多，什么史上最？我觉得这样的论述真的很奇怪。来，后知。对，一次回答，没关系。我先讲了，班杰明讲过一句话：谎言，该死的谎言跟统计数字。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预算到底删多少？傅昆萁讲3.54，好，黄国昌讲6.6，周恩泰讲16%，到了洪委员这边变34%，对不对？周有人说谎嘛，对不对？好，那预算的东西，我们讲零基预算讲了30年，就是零基预算就是你每个预算都应该从零开始重编，不要把去年的拿来，但我们政府机关从来不这样做嘛，就是去年多少，我今年就往上加，我所有东西往上加，那加的合不合理？好，今年的总预算多变成10几%，但是你经济成长多了3%，物价指数多了2%，你为什么会成长10几%？对，好，没错，这个一定有问题嘛？那你说今年预算删的多不多？好，往年呢大概都在1%多啦，好，不到2%啦。我上次在节目上讲过，上次删2%在民国90几年。那今年我必须要讲，第一个台电的1000亿，我认为应该要扣掉，好，因为那个不影响你政府运作嘛。好，你有没有给台电那1000亿，跟你政府运作没有关系嘛？那现在状况是说，他今年删了2075亿，对不对？好，对。国民党今年刚洪议员讲的有一段是国民党今年统删的的确比较多，939亿。好，你把1000亿加939亿扣掉之后，今年国民党今年立完才删了多少？134亿而已。好。但是统删比较多，是洪议员刚讲的，它会造成政府运作的困难。好，但是
统三代表什么意思？就说你也有，我也有，好，大家都有，那个是不影响你实际的某一个特定业务，好，就是你水电费，你可能你今年的电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你水呢冲马桶，你真的要很小心，你原本的商务舱要不做经济舱，这个国民党今年统三是删的多，好，但是实际上你说到现在已经证明了什么统一发票、什么护照都假新闻嘛，对不对？你今年各部会在做假新闻，的确做了很多。国民党今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质疑委员的嘛，就是说不是你喊的那么高，就你闪那么多嘛？你当初喊的是要喊，你在讲23亿到2300万吗？不止啊，当初喊的是要喊30几%呢，对不对？当初说要把陆委会、NCC、然后速发部都业务费砍到1块，最后你砍到了没有？没有嘛，就黄美刚破戏嘛，对不对？你根本没有砍到，我刚刚讲了嘛，你总共才砍100多亿，今年我讲扣掉台电1000亿之后，我讲我往年大概最多大概3到2%，你今天3的3.54，的确有比较多，但是有吓死人多吗？没有嘛。你国民党现在状况是说，你喊的吓死人，3的笑死人嘛，对不对？然后就米凤姐刚讲的嘛。你议案呢？傅昆萁那边该整会整都没会整嘛？你2个委员提同一个案子，对不对？你最后送2案出去，你国民党党团这样做的吗？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状况确实有啦，就是说你也要删他，你要删他100万，我要删他50万，最后你2个案子都送出去，就150万你国民党团为什么？你国民党团其实我跟你讲，刚委员讲了，其实很多立委或议员他在提案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提案很好笑，但他提案背后有些是不是真的要删？有些东西呢，是可能是真的是随便写，但是问题那东西基本上是你党团要去帮他过滤，党团要去帮他会诊，有些案子要拉掉的。后期问一下，你刚刚讲党团要不要过滤这些？因为这一次整个在预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跟大罢免感觉上会不会变联动？是因为有很多被点名的一些的委员的那些案子，好了，譬如说那个什么洪都拉斯的虾的啦，然后哪一个社宅。汐止的社宅因为买不到盐酥鸡的，当然他是要去形容说那个地方就没有人要住，要鬼城或什么，连买盐酥鸡都买不到。可是这些很多的这样，你讲说其实理论上是应该党团应该把，要不然不会有3000多案出来啊。不是因为很多，比如说委员他可能是，比如说刚讲了嘛，比如说我金门委员我要一个预算，所以我就提案说删他一个预算，你不给我的话，我就删，对，那这种东西是反过来逻辑，一般民众听不懂嘛。那这种东西，比如说你党团在论述的时候，这东西你要讲清楚，有些东西写不清楚的，你要把它拉掉，把它重写嘛。结果国民党团今天的状况是国民党团什么都没做嘛。傅昆萁就说，我就是要删那么多，感觉吓死人，对不对？结果最后的时候论述的时候一塌糊涂，完全都守不住。对，那个南科跟中科到底要删南科还是删中科？没有，来，我们每个科学园区都有删。那这个案子，我要一个一个解释吗？还是等他讲完好了？没有，来，所以你国民党团最后就变成说，一直在忙着灭火嘛。其实你本来应该很清楚的去论述，说我到底要删什么东西，为什么一样要删的准，要删的痛，要删到部位怕，结果不是嘛？你现在删到每个部位都不怕，每个部位都回到你嘛，对不对？你现在状况是这样嘛？你本来应该是说，其实不会，我议员跟委员都很清楚啦。你删的准，一刀就痛了啦，一刀就乖乖的。就你删到现在，每个都跟你反过来。你到底在删什么？好，后者刚刚讲一下，将军来，我们直接进入到，这是包括这整个立法院这一次大家看到的所谓的不是立法，而是预算删除到从前面立法到现在的预算。这是整体品质的一些问题吗？包括各自党团之间节制的问题吗？因为所有的乱，立法院有人形容立法院的乱已经是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对，当然委员可能有其他等一下的意见。我说媒体上有很多人形容从去年立法一直到现在预算，那为什么包括总统跟行政院会讲出这么重的一些话？是单纯像蓝营跟白营的委员说，你们就是要把它跟大罢免砍在一起，造成后面的风潮，还是这整个过程确实有很多让大家看不下去的地方？这个预算的煽动。或者是搁置，其实这个从地方议会到中央的立法院都一样，你要非常的谨慎，你不能为了你的选区，然后呢影响到全国的这个所谓的福利跟需求。我们在地方，我针对桃园区做得不好，我把你删，你删到新屋啦，你删到观音啦，你删到大溪啦，他恨死你。
所以说这就需要党团的整体的协调，因为你党团各区都有嘛，像玉珍是在金门，那可是在本岛，它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都有嘛，所以你提出个案子，你党团先要通案看一下，这个对我的选区有没有问题，这个对国民党整党的形象有没有问题，这是总召要做的嘛，你要做个协商，觉得 OK 提出来，然后呢要经过非常精准的计算，我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作业费要统参30%？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30？为什么不是35？为什么不25？为什么不18？他们本来说70，现在变30啊。对，不管是70、35会变30呢？对，我说依据是什么？你去删任何一个预算，我们在议会删预算要有依据。那第一个依据是我是以我们粗浅的经验，因为我在国防部有被你们删的经验，我到议会有删人家的经验，所以我两边都演过哈。我告诉最常被人家删是什么？你上一个年度预算执行不力，剩了这么多钱，我今年还编这么多，你还要多编，我要删你。这样就会算出趴数，因为你去年没用完嘛，你今年还编了更多，我当然要删你，合理。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物价紧缩啊，百工百业都降价了，以前一颗鸡蛋5块，现在一个鸡蛋5毛，我当然要删你啊。那台湾的目前我们的物价有紧缩吗？没有，不通膨就不做来紧缩。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工作量大幅减少，我本来编这个作业费30个人做，那因为这个专案业务结束了，例如说每个县市都有盖捷运嘛。那我说有去年捷运这个作业费需要很多人去监督、去参与、去看，现在捷运盖好了，所以不要了。任务结束，或者是被 AI 取代人力，那你在作业费上，你可以非常精准的算出我要删掉，或是冻结，或者是搁置多少趴，讲得通。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你对于这个作业费从70%变30%，请问你的依据是什么 ？OK， 人民要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之前喊得很高，后来变成30%，那心想这是画巴拉 K 吗？人民的观感不好。你这段话包括委员的23亿到2300万。我补充一下，我接一下议员的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议员或委员在提案的时候，有时候策略性，就是说，像他讲的，我要砍你这个预算的时候，有时候我是要你来协商，那问题是有些这个案子呢，其实是不应该在到最后那个朝野整体协商那个桌上的，你知道吗？我的提的案子是像赶紧 Q 姐啊，你要赶快来跟我说明，说明完这个案子我就撤了。对，结果国民党团现在状况是，所有的案子真的假的，通通摆到那个桌上去。没有，像我那个23亿，事实上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文化部就来。对，这样那这就不该丢到桌上去。我们没有丢到桌上去啊，文化部就已经来跟我协商了。这段是不是在刚才后知前面就讲的，国民党就是这种画了很大，结果后来变成23亿跟2300万是1%跟100%之间的差别。来23亿跟200，我的并不是像那个后知讲说啊，像弄出一才来写那个才已经上那个，是文化部中间就来协商，所以我有跟这个导演讲说，我不是说不能跟他们沟通，是因为有民进党的委员不是啊，委员像你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做成新闻的，你知道吗？就是在提出来去做新闻的，不是我去就要处理掉的，不是我去做新闻，是民进党立委去把它弄的白瞎那些东西。洪都拉斯我也解一下，洪都拉斯是廖先祥提的，他提的这个理由就是他说要怎么做，他事实上他包括参考以前张宏禄也提过，还有另外的有时候民进党委都提过。那奇怪，为什么别人提都没事？那因为我觉得这是攻击力道通过啊，攻击力道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委员比较不会去攻击说你民进党委员，我现在攻击几个案子，你们听了就知道。因为我一般我们比较不做，因为我们这是审查预算的过程嘛，审查预算过程你提你的，我尊重你，我听了你尊重我吧。我举例，我们提说这个宪兵应该提高战斗加级。这个很正面吧？是不是？民进党反对啊。我们有攻击吗？没有啊，反正我站着。装甲兵也要提高。步兵也要提高。不管，反正我没有提嘛。我们提说应该增加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提高留营比例。民进党反对啊，表决也反对啊，中间反对，但我们是赢的啦，就是我们你们人数多啊，我们人数不是，但是我们并没有一直拿这些来攻击，因为我们本来就尊重各个委员的提案嘛。民进党反对啊，表决也反对啊，中间反对，但我们是赢的啦，就是我们你们人数多啊，我们人数不是，但是我们并没有一直拿这些来攻击，因为我们本来就尊重各个委员的提案嘛。我们国民党攻击力的确是比较弱，也是因为管道的问题啦哈。那第二个，我来讲说，比如说其实刚洪爷有个地方说错，我们对不起哦，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我们业务费并不是统删，我们是每个部会删，我们并不是用统删。所以每个部会删的确大部分30，
对，每个部会都不大一样。30%为基准啊，30%为基准。那对不起，而且大部分不是，对不起，还不是是冻结。那冻结刚刚康仁那个大哥在刚中间聊天的时候上讲的就是正确的。我是说真的，你讲的是正确，就是说冻结，就是说你到时候你开始用的时候，你就可能去比方有讲去来讨论。它有一个动支条件，你的动支条件是什么？糟糕的东西，这个就是下会期是总预算的这个延长篇。下会期你们可能知道冻结了，然后又冻结一大堆的预算，然后你就来。你的意思说下会期如果罢免就拿这个预算，你们应该长期在立法院应该知道，冻结是在立法院最常用的手段了。冻结不是每朝每代都很多都是用冻结。那冻结他们，而且你们这些冻结各位不能留用。你们冻结，而且你们都不知道，很多案子就是这样子，很多案子冻结案的主件，很多案子都是行政院部会，很多案子不是所有案子都是让部会沟通过。像我决定删这个，后来国家研发那6亿不删以后，跟他说冻结多少，都是讲好才进去的，就是已经跟部会讲好。以前如果还有朝野想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跟部会讲好，这些就是过了，就不用再表决。这是民进党他就是不愿意，他说每个案子都要表决，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我要讲个很良心话，我们跟部会首长天天积134嘛。基本上天天见面，比跟我家人见面的时间还多，怎么可能我们会跟他没有什么往来或是不了解嘛？只要他们跟他们沟通，他们跟我们保证他们会做到。我们用冻结手段来要求他做这个政策，一般都是会沟通的，并不是像今年民进党就全部用全面性这样好像无差别攻击的做法。我跟部会首长的见面比我家人还多啊！对，你要先回什么？我要回应几个问题那厚芝刚才所讲的没错，业务费冻结差不多每个部会30%左右，甚至于以上。会不会影响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告诉我一定影响。第二个，如果说提案，其实在我们议会那个将军也在，我们议会审查，如果你在委员会一读会，你是委员会里面的小组，那当然你就可以要求赞歌。对，好，那到了赞歌委员会送出了到2读会的时候，其他委员不是这个委员会的。他随时都可以喊我有意见，对，赞歌，我们也是，对不对？赞歌嘛，歌完了你来讨论，讨论完了对不起，那我赞歌，那我现在决定砍你95折、9折、8折可以，但委员你所讲的东西就是说，你写成书面提案，让政党党团说23亿，让有心人士拿出去做新闻，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善用你赞歌的权利，虽然你不在文化委员会。你可以用你这个权利，但看起来就是你们是情绪的情绪的赞歌，对，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对，真的不是这样子的。那没关系，这个东西就当然是中央。今天我不是中央的立委，每个地方议会、每个中央委员，他们所一个运作的方式不一样。但我必须讲，删得好，删得准。这个是基准点，你要删得好，也要删得准。但看起来你们这些人，所有包含白银还有蓝银的提案，那每个人都是连看都不看，就全部送来3000多件。那当然，全国民众的领悟今天乱的嘛。那你在23亿的时候，你是不是柯震有骂你？不是，没有，真的没有。他们说柯震跟那个赵伟都骂你啊。没有，我跟你讲，不是委员会的。那来，这是他们委员会是前面那一段的，我们这个是很公开的，没关系。因为柯震跑来说，记者怎么这样写？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问那个戴其修，我说你怎么这样写？我说柯震都跟我讲，而且我也跟他讲，我们在现场，我们都说没这回事，为什么有这样的报道？然后他还说，医生我没有这样。我说对啊，我们根本没有吵架。柯震有没有对这23亿很不以为然？没有不以为然，他名字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在提案的里头。对，我们在这提案，我们写的时候有写说柯震说过什么话啊，然后后来就媒体先攻了他嘛。我说那知恩这样子没关系，我一定会站出来讲说这是我写的，我不是我说他说过什么话，不是他删了什么预算。但是你重点高雄就批评了他，高雄委员就批评了他。重点你有没有提要删23亿？当然有啊，对啊，当然就有啊。这个也就是很简单的，你23亿，你可以说我有意见，可以赞歌，过去没有赞歌的情绪，委员会已经结束了，来讨论。I'm sorry， 不是文教委员会的，教委员已经过了，我们已经在第2阶段过了，你在2读会也可以做，没有，你也可以要求说，对不起，我有意见，程序错了啦。我们是委员会出来以后，像这是最后结论，委员会里面删的总预算的委员会删的67亿嘛，那在委员会出来以后，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委员会出来以后，接着就是各个的其他委员的提案，每个人都可以提各个部会。比如说我在财政委员会，我是召委我们的案子过了以后，其他你是教文的，你什么，你都也可以提我们各个部会的案子。不是，可是你323亿对柯志恩委员他们在教育委员会
他就他会不会就觉得说那怎样？你不尊重委员会的审查？来，你听我讲，我在财政委员会，我们也有过很多的案子。别的委员会也有提意见啊，我都不会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可以交流跟沟通。然后接着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他平常，比如说你平常没有到我这个委员会来，那你对这个，比如说国税局你不了解，对财政部你对国库署不了解，你提了他，你对他有意见，然后他就会跑去跟你沟通说委员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个就第二阶段是有意见哦，不是要323当然，如果你连提都不提，没有战歌啦。你如果你连提都不提，他可能会来跟你说明的。可是现在看起来，任俊，刚才明凤讲了一段。这个在今年接下来那个罢免如果有大罢免这就怕吐。就你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中选会预算是不是一样？被我不知道是3还是动了50%的业务费。对啊。然后那里面跟你讲那个联署书的格式，你要用新的，你不要给我用旧的。OK， 好。那显然这个跟罢免是有关系的嘛？是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照新法的话，要付这是一个国民党立委讲的啊。对，这没错，我没有否认。因为我事实上不是350%啊。不，这不是我删的，我要求3到1。我提案是1个，我提案是剩1块，但是我们党团决定，就像我那个23亿，我提案3亿块，因为我对中选会这个有意见啦。但是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这整个会跟所谓的大罢免之间，它都会摆下去。哪一个部会，你如果要整个要动？要解冻的话，什么的话没关系，来先看看跟所谓的罢免会不会有关。它真的会联动成这样，包括预算委员刚刚也有讲到说，之所以为什么从总统一降会把这批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要把这整件事情升高到跟罢免有关系，是这样吗？当然，你看这个国民党立委觉得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审预算但那个挑灯完了之后呢，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明，外界你误解我这个，误解我那个，误会了那个啊，误会了这个，效果不大了啦。你看刚刚提说总统府为什么立刻就是提的这些东西，还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那这个本来应该要发给大家的红包，不能发了，因为很简单嘛，他用了一个直接的连结，就是我预算被砍掉。那你觉得因为这样而被不能发的，我本来预期可能有一笔的这个春节嘛、过年嘛、开心的，他会不会生气？我认为没有人不会生气。当然，那这个政治的效果就会不会回到罢免的这件事情上面？会啊。也就是说，就你们自己找的。当然，对委员来讲，就是说，对啊，我是审预算啊，过去也可以这样啊，你委员会谈完了，然后我们这个个别委员有意见，我也可以拿出来。过去没有每个科目这样子讨论的。以前确实啦，预政委员讲的也没错，有很多荒谬的法案，但是什么时候被拿出来讨论？大家就媒体拿出来笑一笑啦。为什么委员会那边就不会过了啦？但是这一次是因为它是预算，我强调因为它是预算。当你在预算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为什么柯志恩跟这个陈玉珍两个人的那个对话会被大家拿出来讲？虽然当事人说没有啊，我们没有什么不高兴啊或干嘛的，但我们听到版本也不太一样。赖世宝没有否认哦，就是这里面的问题其实来自于就是说，好，如果你个别委员在这边有辩论没吵架，当然要针对预算都要。我为什么要讲说，我一开始提了几个字叫做委员会的中心主义？我现在任何一个委员会的委员说，我今天审了3个月，结果到最后说，我当时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被你拿出来写说，我觉得你这个有道理，我要给你砍掉。那党内的沟通能不能先做？包含在这一次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已经给人家删掉的？我要再提冻结，结果发现到变成复数的。就这些东西其实一直让你一件事情发生，对民进党来讲，他其实就做3关虎斗就好了，他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因为讲实话，预算被砍掉就是砍掉嘛。你今天不管我怎么调整，我就告诉你硬生生少了这些钱。当你用一个不得留用的这件事，我没办法调，但是当我可以留用的时候呢，那我就没办法，因为作业我就真的要作业，我真的要这样变成行政院内部去调控。那他真的砍掉了这一些，我要是民进党，我也会这样操作。我本来新编列的预算，我想要做这一块了，但是你边把我砍了，让我没办法，我只好挪用它。那国民党要不要吞这件事情？你没得不吞啦，你没有办法不吞啦，因为你今天留了一个权限给行政院去做调控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确实民间对于这个东西，说实话。他不用全盘了解，说像后资长期跑立法院，他知道预算该怎么调，然后大家坐在这边好好的坐下来说，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常态这样。对一般民众来讲，他不需要了解这个，他只要很简单的被告知说，对不起，你今天因为这件事情你拿不到什么。我跟你讲，对他来讲，这个目的就达到。那请问一下，那所谓的罢免潮，真的蓝营绿营之间
已经是从这件事情，有人说它变成一个柴火，会燃动了包括蓝绿之间，因为蓝营被点名比较多，那绿营当然也有，蓝营有点名绿营的几个，但是蓝营是被点35个吗？蓝营的区域立委不是41个啊，点41个啊，41啊，不点41个，因为最近是直接说有罢免，都已经开始在联署的间有35个，蓝营的区域立委算一算，是41位，你们41位区。41嘛，41嘛，41是含那个41是含高金跟整超对他们，所以应该是算一算，大家说只有几位，他的区域里面没有人在发动联署，其他几乎都有，不会演讲。连玉珍委员的金门，我看媒体上了讲说，是不是也有人要发动这样这些？在金门地区没有了。在台湾有，台湾可能有，台湾可能有，但是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对，但有很多人讲说，因为这整件事情，如果要是我的选区是比较偏蓝很蓝的，那我的立场就算比较硬，但有些地方不是啊，我也不知道岳元之他心里会怎么想啊。那有很多的这些是不是好像白银？白银这次有人说是白银带着蓝银在干，那委员等一下可以讲是不是这样？那有人说因为黄昌总召他们是直接往前干，白银是没得霸嘛，那气都往蓝银身上走，会这样吗？这个出口，因为情绪如果真的有情绪，他要找出口。对啊，对白银来讲，其实他这个出口不会在他身上啊。因为我们不分区嘛，所以之前还是有人讨论说，那如果不分区的立委，他今天如果是不适任的话，要不要找一个法，或者是立一个法去做调整？立一个法真的有这个声音，但找一个法，目前没有法，找不出来什么法，目前没有嘛啊。所以说，如果是不分区的委员，那个看起来就是针对性很强啊。所以就是刚刚为什么提到说这些事情对于国民党来讲有一些比较危险的立委，他会有伤的地方，是因为几个比较是特定性的东西，一定被放大，就像刚刚委员讲的，你光你那个中选会你被删到只剩1块，很多人直接就连结了嘛，就连结说啊，你就是怕罢免啊，你就是怕被罢啊，所以你们也想办法，就是让他这个作业说哦不好意思哦，你们要拿新的表格出来之后啊，我才能干嘛？因为拿新的表格就等于现在在做联署的那都没有用嘛，没有用。那个跟过去，我就跟我讲，就是如果你是针对性的东西，其实到了政治的攻防上面的时候，那个没有辩驳的，也就是我真的把它修出来就这样。你刚刚特别提到岳元之嘛，岳元之这2天一直上新闻啊，你知道？他就没事就喜欢搞什么搞直播，他不用罢免，他被关了就直接关了。我不觉得直播有错了哈，但是一个立委，你说我在开会的时候就把那个手机就开着直播，然后就一直播里面的那个议场，我不知道你是要声量还是要抖内，我不知道，老张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直播就是有抖内的这个机制嘛啊。结果呢，他今天在人家这个讨论总预算机密的部分呢，他被人家发现到说啊，你怎么手机还在直播？他赶快就把好像那时候好像是连江启臣都提醒他说，这时候不适合。当然叶元之的辩驳是这样啊，叶元之辩驳是说我根本没有拍到啊。没有拍到你什么机密预算里面的内容，那我就问一件事：你为什么要开直播？我其实不能理解。你想让大家知道大院的状况，其实媒体都在这边，还是你想要特别凸显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去揣测他的个人的内心，但是会变成就是说，好，你今天一大堆人就去骂他。好，才我刚刚讲到说，岳元之可能要被抓去关了啊。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说，啊，他又没有真的拍到什么啊，也没有提到说我的预算哪一条做什么，是不是？可是背后有念出来你多少钱呢？没有，来，我在现场。所以我简单讲，他有念出来。我讲，我讲那个主席正在开会，你先讲。岳元之的最大的麻烦跟玉珍委员不一样，因为他那个地方已经起跑了。对。第一阶段他已经起跑了，第一阶段已经过了。那当他第一阶过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些想要罢免岳元之的人来说，他会有一个动力是什么？你看国民党立委都这样，那我们拿岳元之来杀鸡儆猴，其实对于那些想要罢免岳元之的人来说，他会有一个动力是什么？你看国民党立委都这样，那我们拿岳元之来杀鸡儆猴，这是地方传的声音啊。所以岳元之为什么要把它搞成就是说，为什么只针对我？你看他不知道多少次在这边讲，为什么只针对我？是我比较倒霉，我比较怎么样？就是他会变成是哪一个有可能比较容易成案的那个当地，其实那个气氛会吵得比其他的立委的区域还要来得凶啊！来，我来回应这些哈，这个比如说你说什么删的，比如说什么总统我那些什么心里会不爽什么这些事情啊，我来评论这一点。以我
文化部预算这是3嘛，比如说文化部黑潮编列100亿嘛，黑潮的预算要做台流及黑潮这个计划编列100亿，100亿里头就是今年是编29，它是4年期的计划。好，我删了4000万，4000万是占大概1%啊，大概1%多了哈，占了1%多。好，那这样看起来你看大家看到因为这个公司的预算不是很多文化人、媒体不媒人影视圈什么圈就出来不是很多攻击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预算审查，大家可以不否认我是被延上最厉害的，应该是嘛，没问题。好，那他觉得说好像这样是那个，其实反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我收到了更多的文化人或者各影视圈什么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写给我，写给我支持。那为什么呢？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因为在很多圈子里头，比如说补助来讲，没有得到补助的，永远比得到补助的人多。很多人就是要去送过去，他的可能不符合那个意识形态，不符合，他没得到补助，他觉得为什么不公平，他就写来给我。就我说我收到一个晚上收到了1000多则的这种讯息。OK， 所以你会觉得说，当然因为既得利益者永远是比较少数，没有得到利益者永远是比较多数，所以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些评论。当然，接下来第二个来针对这些跟罢免之间的关联性，原知的这件事情，所谓直播的事件，结果说为什么原知要直播？其实，在我们这整个审查预算的过程中，除了叶元之，王义川也在直播，陈培玉也在直播，郭益群好像有时候好像比较少，就陈培玉啊、叶元之，还有那个什么。吴佩益还是黄国昌，你为什么不讲直播之王？没有他，因为他距离我很远了。我要说距离坐我很近的人，我才会注意。因为可能很多人在直播，说不是叶元之一个人在直播，很多人在直播哈。那很多人在直播过程中，我来讲那天审机密预算，直播机密预算跟我来讲这一段。审机密预算的时候，就是记者就要出去窗帘什么关起来，然后接着。以前那个江启臣当主席，因为他以前国防外交最多嘛，他们最多机密预算嘛。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要讲的时候，那个预算书我们手上都没有预算书，预算书也不在我们手上，是放在主席台那一边。他就开始说，如果你要看预算书有什么提案什么，请你往前面去看。好，就你去前面看，我们都没有。我就想说，这个反正只有一两个案子，好像1-2个案子就很少了。好，很少的案子，好去看。然后我们就说，那主席，那时候叶元之开始本来就一直没有停下来直播，那我们就主席说，主席，那我们是不是手机？因为以前我们审那个委员会审计算，我们手机要放那个小盒子里头，这次都没有跟我们要啊，我们就不知道。然后我们就问主席说，那主席这个手机是不是要收起来怎么样？就有人在问，比如说，他说按照我们的议事往例，在委员会是要收，在这里不用收不过大家如果想知道，就把手机先放着。这样我大概就讲了一下。所以叶元之听好后，他就把那个直播关掉所以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案子什么机密外泄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我你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就是这整件事情，除了你刚刚讲中选会，你讲到3亿块钱，那尤其是刚才从敏凤到任中讲说，这接下来会跟所谓的大罢免潮都会有关系。还有一段就是有人在讨论的时候讲说，这次感觉上是白银慌张，他俨然已经变成非绿共主，带着蓝营往前干。可是白银是没有罢免的问题，可是蓝营有很多。会有面对到罢免一些问题，会不会因此祸延到蓝营的一些委员？为了作价来，我们不这样觉得。你们因为好像大家以为说是说白营是不分区不会被罢免，蓝营会被罢免所以我们那个往那个是这样讲事实上，我们党内的群组，我们委员都有一个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群组嘛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在审过程中，以前就比如说你提案的时候，各个委员会各个部会是要来沟通，沟通以后就一般因为部长都天天在见面，他如果还有署长这些司长来沟通后，他会跟你理性，而这些都那个行政官员嘛，一般人都会说那不然减多少少，大家都可以讨论。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也做好几年了嘛在这个过程中，当那个部会首长都还没有来讨论的时候。已经就是媒体就像那个231就开始被放话出去，开始被攻击了嘛。就因为我这个案子比较大，感觉比较明显，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案子，所以反正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大家变得群情激愤，说预算本来审查你就是要来沟通，你不来沟通你就开始来那个，而且还有这个审完以后，包括审完以后。那时候不是中间那个2个礼拜，我刚才问，我们礼拜5是通案，就是罢免这一块。是我刚才问题是说，蓝营有没有被白营带着走？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就因为我在讲那个过程，礼拜5通案结束以后，周休日很多开始来部会要沟通嘛，利用周休赶快来沟通，礼拜1才是正式的表决嘛。在那个周休日的时候，所有的部会，就是开始拍影片，什么上来，什么在行，拍很多影片，什么统一发票啊，什么反正好多什么火车票不能订啊，很多事情都发生。我们的群组里头就说都没有来讲，也有人来讲，事实上也有人在我沟通都有又没来沟通就开始有很多这个影片，大家越看越气愤了。然后呢？
然后气氛就说，那有什么好谈的呢？没关系啊，大家就正面迎战，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想的就是正面迎战，罢免也好，反正我们删不删，他都会跟我们罢免。这柯建明说的，大罢免朝势不可挡，我们全部正面迎战，我们早就全部都有这个。所有的委员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全部都有这心理准备。连我不要讲谁，有一个大家一直说他会被罢免，他说大家正面迎战，他都站出来说我们正面迎战。我们在现场开单跟他讲，玉珍委员，俗称的金门坦克，应该对罢免比较无感。因为他的选区相对比较稳定。那你说选举罢免的部分，谁最有感受？我一边是王宏威，一边是徐巧芯，刚好我的选区卡这2个。那应该是讲说，其实罢免直接战场直接罢免主要是因为之前的3把，比如说违宪的东西，最主要还是中选会你们选罢法去更改那个部分。那个才是真正的民怨起来。那为什么跟罢岳元之？我应该是讲岳元之，你不用怕，你绝对不是第一个。最严重的是徐巧芯。我告诉你，徐巧芯、王宏威，尤其徐巧芯，在我们选区里面没有所谓的第1阶段、第2阶段，直接跳第2阶段。因为昨天罢韩团体的这些公民，第2阶段是10%，第1阶段是1%，第2阶段他们不认为第1%不会过，他们谁都会过，生力选区也会过，对了，他们生力选区也会过。他们也不会去算几张，我就往第2阶段。原因是因为仇恨值。你们在立法院，包含现在我的选区，其实都是蓝军的占多数。为什么这些老伯伯要出来写罢免徐巧芯？有老伯伯出来写？多哦。你觉得感觉上本来是传统蓝营的？昨天在跟罢韩聊天当中，有些讲话其实他就是反共主义。为什么他们今天主轴要改反共？之前是罢免什么黑心啊，罢免什么罢，今天的主轴改了，叫做反共。是因为有一些早期他们可能可以反大陆探亲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已经过世或亲人过世了，过世完了，他那种反共的情感到现在留着。他又喜欢国民党的这个情感，原则上相信国民党带他们过来。可是看到这些委员有一些已经都是亲共的情况下，所以这些人站出来了。我手上还有一篇网络上的一个照片，一个阿伯写说罢免徐巧芯，复活费鸿泰，那代表这个人是支持费鸿泰的啊，他是一个老兵啊，在信义区吴兴街的地方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很清楚的。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们的立法院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引起了民怨，导致于罢免。但刚才讲岳元之边加啦，比你严重的还有很多人。我要跟大家讲哦，这我感受也很深。这个因为现在很多部队的弟兄已经在放第1梯次的年假，他们先放假，所以最近我服务处有很多人来。我刚开始他们来，我就发200块的这个红包，后来到现在我只能发1块美金了，因为来太多了，来了。不是跟我拜年的，有的我更不认识，也不是我带过的兵啊，是完全不认识的。有海军、有空军，也有陆军的。他们被惹毛了一件事，就是最近几个那个言行，海鲲号浮起来就给钱，你知道这句话对他们羞辱，你知道吗？来找我的有是在做科学研发的，中科院的，有陆军的、海军的、空军都有，浮起来我就给钱。他说：“报将军，我们不是乞丐，我们是用生命在捍卫国家的。我们的装备好，我也保卫国家；我们的装备不好，我还是保卫国家。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你认为这个人会是绿的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以前都不来找我了，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说一辈子你蓝皮绿骨啦。现在他们发现我是反共的，我是反共，为什么找我？不找别人？我们选区有别的国民党的市议员啊，这6个立委都是国民党的啊。”为什么找我不找他？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不反共的标签会贴到国民党身上？我在国民党37年，国民党是反共的。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说国民党不反共？国民党不反共，所以我要找像我这种，因为他们找民进党他不放心呐，找我比较放心。你知道这个标签是怎么贴上去？国民党有没有去检讨一下？那么当你在用力的在砍国防预算的时候，我不要说砍，我说冻好了，好冻结，你冻结50%。解冻的条件要大院同意哦，要院那民进党表决不赢嘛，他人数就是少，蓝加白就是绝对优势嘛，他就不会过。也就是说，海鲲号做到10亿用完，后面就没了，100%没问题才能进入下个阶段。我要告诉研发不会有这种条件存在，它就是不断的改进，跟滚雪球一样，不断的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所以我说现在国民党面临到的罢免，我本来认为是不可能达成的。就连我们选区最弱的涂权局，我都认为不可能达成。他只差1000多票。对，可是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桃园人我知道桃园人善良，任何人坐满，因为桃园人的立委很少有坐满2届的。桃园只有朱凤芝7届，其他都是2届，第3届大概就换人。为什么？桃园人就认为你做得好，让你继续做。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也不会罢免你，但是我让你下一次换人。可是这一次，在我认识的桃园改变，他就是说不行，这样再乱下去不行，你再乱，那可是刚刚玉珍委员讲的也很对啊，那执政党做懒人包，做这个各种方式在黑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呢？为什么这一些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人会相信呢？如果民进党乱做，如果是赖清德找人乱做，照理来说支持深蓝的人他不会相信他会帮你去驳斥、去反对。他是跳出来说好，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国民党你的核心价值跑了。不管共产党变成怎么样，你要记得你们是怎么样到中华民国、到台湾来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如果中国共产党一天没有改成自由民主，你就要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或者他已经出现到我刚刚讲，当蓝白阵营之间，尤其现在看起来，黄国昌有人形容。俨然是非绿共主，因为他的发言大概是最激烈吧，尤其直接点名赖清德，点名了一大堆，不管订购 Gila 还是什么，一直到现在。可是，在罢免这个议题上面，是蓝营要去承受这些嘛？可是白营在这里面一定会扮演角色。有人讲，像譬如谢国良当初的那个案子，白营几乎是倾巢而出力挺。那包括他们的委员啦，什么假日不是只有国民党去站台，还有包括民众党。所以这些模式某种程度来讲，是蓝白之间在未来。针对罢免这个议题，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吗？我不觉得最近的所谓的这些预算的冻结跟下会期的跟罢免有关系。傅昆萁如果这么会算的话，这个东西不是没不该进行了。没有那么老谋深算。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一直都是想到什么做什么。那个时候才三个那个限速法才刚复议失败。突然间崩一个就丢出来这个议题，前面完全没有铺陈，也完全没有论述。你罢免这件事情本身是要留香骂本。你罢免这件事情本身是要留香骂本。结果你没有嘛？你通通让你所有的国民党立委曝险嘛？对不对？本来没事，因为你这样搞，通通变有事嘛，通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不学无术，不知道在乱删什么。他们这程度这么差吗？没有嘛，是你党团该保护他们，没有保护他们嘛。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黄国昌干的，对不对？是黄国昌叫你把这东西丢出来吗？不是嘛，是你傅昆萁干的嘛，对不对？你下会期的时候，这东西你就要去思考嘛。这么多人开始被联署的时候你党团的策略上面。因为上会期两个会期，我们都媒体就在讲嘛，你现在是武力点满，智力放弃嘛，对不对？好，每天在立法院冲突的都很厉害，然后论述通通都不论述嘛。其实我讲的限速法废死很好论述的啊，结果你通通都不论述，结果搞到好像五五波，对不对？你光讲说大法官把那个死刑搞成那个样子，对不对？大法官修理他们刚好而已，结果大家都觉得你们是在报复国会改革。你国民党完全不论述的时候，你就变成说这些立委他在下会期会变得非常非常辛苦。那你国民党要不要改变策略？可是刚才玉珍委员，你有没有听到玉珍委员讲说，国民党群组里面大家群情激愤，大家讲要罢，大家来罢。我讲那个状况是说大家要正面迎战，那个正面迎战，那个状况很简单嘛，就是我把彼此搞到对立，我内部好掌控嘛，对不对？就好像以压战争那个以压冲突也是一样嘛。我把外面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们里面不听我也得听我嘛，对不对？明明我的支持度就是很差，这样，对啊，就是现在的老柯跟傅昆萁两个不是这样吗？老柯一天到晚喊打喊杀，对不对？他说不喊打喊杀要被干掉，傅昆萁也是一样啊，每天都这样干。那你下会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想？就是你去看黄国昌现在说，因为傅昆萁不愿意动脑袋嘛，所以黄国昌是比较有脑袋，你会觉得说国民党跟着他走嘛，因为他看起来还像有一个轴嘛。国民党看起来，国民党在会期开始的时候有跟你讲说我要删成这个样子吗？你如果会期一开始就跟我讲说你要删成这样，你一路论述到现在你会赢的，对。结果
你前后10天的东西，你就被人家讲说你乱砍嘛，对，我刚刚讲的公式，对不对？你如果从会期开始讲，我跟你讲，你一定有的讲。比如说你问我公司我有一堆意见呢，对，当初30年前的概念说要做台湾的 BBC、NHK， 现在大家都在 Netflix 了，你还跟我讲说要 BBC、NHK， 有道理吗？没道理嘛。我们不要讲说你政治立场那些东西没道理嘛。问题是你没有论述嘛。你没有论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今天乱搞。那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说，你现在下会期的时候，你国民党到底要不要改变？因为你现在如果下会期再这样，我觉得你没有留香骂本，因为这次看起来就是国民党立委被骂。好，你就算有骂到，赖清德，有骂到卓荣泰，对不起，没有骂到民进党立委。所以在罢免这件事情上面，你没有换到东西嘛？你没有说，我要罢免吴佩益，还是要罢免吴思瑶？这方面他有犯大错没有？但是大家看你国民党一个嘛，对不对？这对你来讲仇恨值就增加。我觉得国民党下会期要去讲的是这件事情，国民党立委自己要想清楚啦。如果每次都这样子，我跟你讲，真的会出事的。不，敏凤，可是现在你看到，包括国民党里面已经传出一个声音了，就是因为反正立法院多数嘛，对不对？要罢，大家来罢，不是在讲立委哦。国民党里面已经有传出来说，那我把总统罢免，我门槛往下修，是不是有？有吗？来，传出这些，我讲一下意思好不好？因为总统副总统那个是那个宪法的那个规定哈，所以并不是我们可以罢。但是有一个但是这是因为民进党常常比如说一个石板民夫谁那样他们在挑战，他说你们就。民进党都来挑战说，你们就是倒阁啊，倒阁就全部重选啊，你们就是不敢倒阁啊，你们就是怎样来讲啊？因为我倒阁就是重选嘛，所以就是你们没总倒阁不敢倒阁，我们就说不是，我们是跟总统一选，要大家一起来重选，我们全部支持总统列下，大家全部重选，看最新民意，这个是。始末是这个样子，我简单讲一下那个潜舰的这个冻结这部分，这个是顾立雄同意的。国安委员会的委员告诉我，他们说他们跟顾立雄讨论过，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说他不同意可以吗？他同意，没有。顾立雄，你们不了解顾立雄，他事实上他蛮有个性跟坚持，你不要以为他是那个，但他蛮有个性跟坚持，他跟国安委员会讨论过的，所以这个是同意过。所以潜舰我觉得这个。敏凤刚讲到要把总统拖到这整个罢免的战局吗？就大家一起来改选啊，就是对啊，连总统一起来啊，对，不要说我们没种，你们有没有种？问题是你们国会也。就罢免权在你们身上没有错，可是你们罢免不了，因为2/3嘛，2/3提2，那民进党也不对，罢免不了没错嘛，对，所以大家一起来修宪，我主张啊，修宪是可以修，三者你们同意我们同意，大家一起来修，把总统修的跟我们都一样，可以啊。如果你们要修宪，那非常好。民党敢不敢？民党不敢嘛，没种嘛，民党怎么不敢修的跟我们一样？那你们修宪嘛，有种的话大家来修宪。民党同不同意？因为你不是民进党。监察院你把业务费弄到这个剩下4%还是6%，那你就干脆把监察院废掉。那你陆委会剩下业务费剩下1块，那你把陆委会废掉嘛？不止，你先把它弄那时候原来是弄掉嘛？不止。那你觉得 NCC 每天都找你麻烦，然后废掉什么中天电视台，那你就把 NCC 北废掉嘛？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们又不敢，那你一直说我们不敢，我们就说了，我们说来修宪，让总统跟我们一起，从来都没有关系。你要修宪，是民进党不敢啊，因为修宪要2/3，我们也没有2/3啊。因为民进党每天跟我们呛瞎说，你们有敢吗？没有，你每天跟国民党说要修宪吗？国民党每天有，这就是那个赖世宝有说，我们有说，不是啊，民进党每天呛瞎说，国民党没总倒阁，总统选举罢免法，对，没错，那个是我有主导修法，我们是有总统副总统，但是还有一个宪法征修条文，但是对，我就说现在这个罢免总统的权限是在国会，没错啊。但是这个你们就不会过啊？不会过就是不会过，我赞成可以提啊，可以提啊，是，让总统，我们才所以才会今天这个修宪嘛。没有啦，应该是说，你就修宪，要把罢免总统的这个法修掉，应该换个角度了。你们都已经把选罢、把罢免法、把民众的罢免法提到这么高了。你说你要选罢法，那不就是意气用事吗？不是，那你很简单的嘛，你选罢法原则上，你说一定要加身份证，你让选民可以选罢免的权利已经提高到这种程度。这个不是提高哦。第二个，你第二个，你不懂选罢法，我来讲。你要不要先把大法官同意呀？来，宪法的问题先解决嘛。一个国家连宪法的大法官都被你们这样限缩到不能去审议大法，那个人家申请释宪的一个权利。如果你要选罢免，你问我是民进党，我没有意见。你全面改选完，你更多你也可以啊。我来讲选罢法。现在的问题就是立法委员，你们现在蓝白在合，
那如果今天你们做的对、做得好，罢免的声浪不会这么大。最后面这个预算听茶提会多啦，火上加油。主要也就是刚才后置有讲到一些重点。你们根本不会论述，你民众不会买你们的单嘛？哦，这是所以导致于说到最后面罢免的声浪越来越大，包含你们基本的蓝都在反共要来罢免。来，委员刚刚回，对我刚刚说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办法跟那个公职人选举办法，因为这是我在内政委员会担任召委的时候。就是负责修的一部法令，我是全部每100多条都是我一条一条修过的哈，我是我不要说我是主要的这个召委嘛，我审查的嘛哈，所以呢，刚刚在说这个，刚刚那个洪议员在说哈，又跟当委员，洪议员在说这个我们提高了门槛，就附身份证影本，事实上我们只是把它弄得跟总统选举副总统、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联署那个一样，他也是要附身份证影本，所以这是一致的。总统跟立委既然是同时选，他的一些标准不管你选举的标准或是罢免的标准，理论上就应该要一样嘛。我们会说这个大家来修宪，把这个门槛往下调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3天2头在那边喊说啊，你国民党啊，你就是觉得如果觉得卓荣泰内阁做不好，你倒阁全部重选嘛，啊，你们就是没种不敢啊，怎么样？我们就说不是，我们是跟总统一起选的。你倒阁以后，你行政院长换掉，换一个免洗块，下一个一样免洗块。我不是说卓荣泰不好，我是说下一个随便都换一个人，他可以随便换，像免洗块一样是随便换的。好，然后所以呢，我们干嘛用我们真枪实弹选来的立委跟你换一个免洗块？当然是大家一起来重选 ，OK。全部重选，因为你们都敢修宪了，对，所以我们一起修宪。那民进党，我们现在讲，民进党如果不敢跟我们一起，因为修宪门槛高嘛，也不是我们自己就可以有过嘛，2/3。如果民进党愿意，大家一起来修，连总统、副总统一起来修。委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自己对于自己在金门选区有没有人要推动？如果有人要推动，你不担心所有的罢免？是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选举是2样东西嘛，选举罢免其实都差不多，就是2样东西嘛，哈，就是一个叫做陆军，一个叫做空军嘛，大家都是选举过来的。陆军就是你的服务扎不扎实，哈，空军就是你的声量，然后正负评高不高嘛，哈，仇恨值高啊，什么就负评就高嘛，哈，那个风评好，那个是空军。陆军就你的服务其实非常重要，像我自己不担心的原因是，我服务非常扎实，我都是面对民众，我每天就是我明天还要我在春节的时候还要在机场。一天几天几夜啊，然后平常24小时接民众电话，2点打给我接，4点打电话接，就是我们算是很扎实在服务，所以陆军其实是蛮重要的空军当然是声量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反正就是面对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刚才讲到因为委员大家讲，如果你把它整个评估下来看的话，所有的包括蓝委的一些区域跟绿委的一些区域被点名的那些地方。几个特色嘛，萨卡都的地方，票数各自赢得不多的地方，都是被点名出来最多的一些地方。对。可如果这样子一路往下打，明年不是明年，今年2月1号过年回来以后，真的大罢免潮会出现吗？我觉得是不可挡。因为我觉得预算是烧火的，是一个导火线。因为我预算之前我没有听到那么多人在做，但是预算之后。我发现那个网络上面那个连结啊，就是有一个网站，它专门在连结各地的这个罢免的东西。你只要填你的区域邮地区号，譬如说我家是114，他就告诉你可以罢免谁。那个网站是从台北到高雄都有，然后都是针对蓝委的吗？对啊，都是真的都是蓝委的啊。然后譬如说，如果你丰原是你台中话420，你就可以420没有了。不过这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那时候420是江启臣，所以没有江启臣。但是那时候是22个人，现在变35个以后，好像也有江启臣了。所以那个网站，我说实在，民进党是做不出那种水准的。从台北到高雄都有，然后都是针对蓝委的吗？对啊，都是真的都是蓝委的啊。然后譬如说，如果你丰原是你台中话420，你就可以420没有了。不过这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那时候420是江启臣，所以没有江启臣。但是那时候是22个人，现在变35个以后，好像也有江启臣了。所以那个网站，我说实在，民进党是做不出那种水准的。就说而且他是帮你教你一步一步的填好的。譬如说你的这个联署书里面那个阿拉伯数字是不能用的。
一定要用这个国字的才算。他连这个东西都一步一步的教你说，你这个东西写错了，你要写这个4要写阿拉伯数字的，不要写这个国字的数字，都是这样弄的。然后呢，他们现在这个民间的团体呢，罢免有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交错的。就是好像是就你不是只有在这个选区才能够填这个东西？对，好像是双北是一区，然后中部是一区。双北就是说我的这个摊子上面所有双北的国民党立委通通有，你不管你要哪一区的，你都可以在这个摊子上找到。不是说我这个摊子摆在大安区，我就只罢罗智强，你也可以找到这个所谓叶元之的。好，不要再讲叶元之。对，换一个。然后或是找这个徐小新的，就是然后呢中部呢就是6个区都是有吧，就是他，我觉得这然后又把那个你看曹兴诚又发起一个罢韩，又发起一个罢免行动，然后把那个罢韩的那个4个人又叫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压力很大啦。那你现在就说你在民间现在是我看到的是22个人，那个都是第一阶段，比如说他们如果傅昆萁过了他们就会放一张红纸，傅昆萁第一阶段过了啊，怎样这样，所以这种压力，然后每天都传在这个所谓的APP 上面，我觉得那个民党是挡不住的。所以说你说柯总召他觉得，其实包括林俊宪，好，虽然总统讲得很平和，他说第2阶段，对，总统讲得很平和，然后林友昌也讲得很平和，可是你挡得住这些吗？因为我后来就听到都是那些绿营的人都很气愤，都很生气。那你现在就说如果你真的挡不住的时候，你要怎么采取策略？我觉得41跟9之间你要采取一个合理的策略，不是41，也不是9，所以你要有我觉得最好的数据就是22，因为你在整个规模上面你有全国性，然后你的经费什么上面都是合理的，22加3嘛，因为你们点3个人啊，吴佩益、吴思瑶，还有2个原民，王定宇嘛，有2个原民，还有2个原民嘛，包括陈他们。对，那你就是整个再加起来就是20几个，我觉得这个规模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很难讲。建议民党的态度现在到底因为你看到包括从林俊宪委员有讲说，如果过了第2阶段，民党没有不回应的道理。然后今天刚讲到曹兴诚也讲说，那民党要不要表态？那第2阶段什么要不要表态？你们现在态度到底怎么样？那原则上我们的态度就是。刚开始当然我们不想介入公民团体，公民团体也不希望我们出来主导，因为毕竟刚开始的公民团体从双北一直到延续到全国，35个公民团体，双北占了17个，17个是串联，那全国现在也串联起来了。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民主进步党现在的态度很清楚的，选民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变成服务你需要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我们不设联署站。但是你需要我们帮你缴交，需要提供这东西，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还是不愿意去跟公民领衔团体去做那个争相领衔人的问题。但我们党内有2个态度，第2个就是到第3阶段、第2阶段过，我们要全力下去。好比在基隆一样，基隆的那个罢韩团那个罢良团体，原则上最后面是让国民党倾全国之力去攻击这个当时候这个李彦龙发起的，那我们现在的态度就，如果一旦罢免第2阶段过了，我们当然就会全力下去支持，呼吁大家出来投票，投票这个部分。所以柯总召为什么那么大声？因为他有那个基本盘啦，你知道吗？现在有基本盘。对。那一样认为国民党的态度，你刚刚讲正面迎战是一回事嘛？那你们现在除了正面迎战以外，刚刚听到建议他们讲，是我要讲第1阶段，不管在深南省选区、深绿选区，在全国任何一个选区都会过1%很好，1%很容易啊，1000多票嘛，1000多票，难道讨厌你的没有1000人吗？怎么样都有，不要说有没有去鼓动好了，这个不要讲说这个1000块什么1天过2天过，没有1000多票，怎么样弄都会过来。我的选区、你的选区、谁选区都会过，一天跟1个礼拜就差很多，都会过，都会过，这个毫无疑问啊，不要说什么绿到出资的选区也会过这个毫无疑问。最后面是让国民党倾全国之力去攻击这个当时候这个李彦龙发起的，那我们现在的态度就，如果一旦罢免第2阶段过了，我们当然就会全力下去支持，呼吁大家出来投票，
投票这个部分。OK。所以柯总召为什么那么大声？因为他有那个基本盘呐，你知道吗？现在有基本盘。对。那一样认为国民党的态度，你刚刚讲正面迎战是一回事嘛？那你们现在除了正面迎战以外，刚刚听到建议他们讲，是我要讲哈。第一阶段，不管在深蓝省选区、深绿选区，在全国任何一个选区都会过1%很好，1%很容易啊，1000多票嘛，1000多票，难道讨厌你的没有1000人吗？怎么样都有，不要说有没有去鼓动好了，这个不要讲说哦，这个1000块什么1天过2天过，没有1000多票。怎么样弄都会过了。我的选区、你的选区、谁选区都会过。一天跟一个礼拜就差很多，都会过，都会过。这个毫无疑问啊，不要说什么绿到出资的选区也会过啊，这个毫无疑问啊。第一个，因为每个不管你有当选没当选，没当选也不是只有1000多票啊，对不对？随便亲朋好友或者自己随便那个都有。第一个，谁都会过。第二阶段就是10%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有的选区可能容易一点，有的选区可能不容易一点。所以现在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罢免的团体，他们都是会把东西先签好，就是签很多，比如说你要1万票的，我就签到1万张的12000张就签到12000张啊，你留一些起来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策略都一样，留起来，然后先丢1000多张出去，剩下在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有限时间，限时间的时候第二阶段再丢那些出来，不然你一次丢完你就太浪费了，第一阶段就丢完了嘛那我们经过。以之前这个大家都一样，你们会这样做，谁都这样做，不是我们是公民团体，不管。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发动罢免啦。对不起啦，上下柯建铭天天说全部大罢免，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委员说哪些议员在介入什么，我们都有资料啊，我们也提过，我们也想有反制的方法，比如说谁去支持这个，也许因为全国大罢免没关系啊，你们罢免你们议员罢免我们立委，我们也有人可以罢免你的议员啊，升到里长，就大家一起来，遍地烽火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讨论过了，因为在罢梁这个经验里头，我们讨论过了，就是说罢梁呢是因为热战所以没有成功，所以我们不会选择冷却的方式，对。但是当然，我们当然是希望国家是可以稳定往前走。就像我也自己也跟说院长讲了，然后也公开呼吁了，说尽量可以，比如财划法，如果可以再讨论的话，你们觉得说事权哪些要统一要下放要什么，大家可以讨论嘛。但我们愿意讨论，但是遇到要打仗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退却。这个就是我们是让党团内部。我说党团内部也讨论过，备战而不求战，对，就是也讨论过，避战而不怯战，因为我们觉得只有热战才可能成功。如果你一直退缩，我跟你一直退缩，连自己的支持者都看不起。然后最后1分钟，所以在明年今年老是明年，所以今年这整个看起来的话，如果蓝绿之间看起来哪边比较占优势，看得出来吗？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蓝军的确有想要互罢，但是绿军的凝聚力的确是高的很多，也共识也高。蓝军来讲，现在是有人想要互罢，但是问题是包括哪几区，或者说包括现在来讲，党中央跟党团也不同调。傅昆萁就说我没有，对不对？啊，朱立伦就说我有。现在到底有没有？傅昆萁现在还有一个 N+1在摆在那个地方，他到底要不要过？他现在如果讲 N+1不过，那国民党就可以开始准备热战。你现在可以讲说我要互罢，傅昆萁跟你讲说 N+1我下回就要过，大家玩什么？现在状况是你党中央跟党团根本态度不一致嘛，对不对？赖士葆讲的跟傅昆萁讲的不一样，所以你国民党现在很难有一个策略去做。国民党现在各种意见都有，像刚刚委员讲的互罢，我也听过，但是那个方式不是每个人都合适。OK， 你罢我立委，我就去罢你议员。有些立委会愿意，有些立委的人设他就不适合去做那一个，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搞清楚，就是说。你们现在到底党中央、党团谁说了算？谁来主导这一场？那才能知道说下一场该怎么办。你要简单回应。对，因为这个就好像赖清德跟很重要，不是赖清德跟柯建铭说的也不一样吧？很多都是策略运用，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赖清德说的跟柯建铭说的是一样的吗？所以国民党我们要听谁的？民进党你要听赖清德还是柯建铭的？我两个都听，对不对？我们也两个都听啊。我两个都听。已经开始打仗了，不用尔虞我诈吗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国内整个罢免的氛围是不是真的越来越浓？农历年过后回来以后，那所有的各地真的会烽火连天吗？这次预算是中间那个导火线吗？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